我們今天進入《傷寒論》的第2個條文：太陽病發熱汗出，惡風脈黃者，名為中風。這個中風不是我們現代人說的腦血管意外、腦中風，這個不是啊，而是我們在講中醫抗疫的3大臟數思維裡提到的太陽中風。另外2個叫太陽傷寒和太陽溫病，是吧？那為什麼一開始《傷寒論》要講這3個臟數？因為啊，急性感染的特點它就是傳變快嘛，而且複雜多变，尤其未知的感染比已知的多，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能就下出明確的診斷了。如果按照西醫的模式啊，沒有診斷就很難用藥，只能對症下藥嘛。咳嗽就止咳，發燒就退燒，從症狀下手咯。這還是比較片面武斷的，因為我們說很多的症狀都有存在的意義，生病沒有無緣無故的。比如發燒可以抑制細菌病毒的活性，咳嗽呢，我們可以排掉氣管裡面的異物，是不是？所以有時候對症下藥反而會有反面的效果。就看你怎麼看這個症狀啊，對，你是把症狀當作是不良反應，那就是不良啊。對，然後你只是說我解決這表面的，對吧？然後我們不提倡這樣做。中醫是把症狀當作抗病反應。對啊，對抗病。那也是一個結果，或者說信號。信號它到底傳了什麼信息，我們要知道。那麼診斷不清的話，那中醫怎麼辦呢？也有辦法。那我們就是根据人體的這個常熱模式分了3個階段啊，就是體溫上升期、體溫持續期和高熱持續期。那對應的就是太陽傷寒、太陽中風和太陽溫病嘛。對，我們也稱為分期治療。對，我們自己承了，方便講嗎？獨家。接下來我們幾個條文啊，都會慢慢深入的去講。那需要注意的是啊，中醫這個分期治療不是簡單的看這個體溫的高低來區分的，而是要看這個病人產熱與散熱這個平衡。比如說我們說這個病人啊怕冷發燒了，但是皮膚它是蒼白的，摸上去也是乾乾的，又沒有流汗。那麼這個就是體溫上升在持續嘛，在蓄熱產熱。那麼如果他的體溫在上升中還沒有達到理想的體溫，那他沒辦法散熱嘛，所以他就是持續的產熱蓄熱不夠，還要再加把勁。我們說，如果這個病人啊，他已經皮膚很紅潤，然後摸上去又濕噠噠的，那很明顯就已經散熱出汗了嘛。而我們的持續期啊，也分了2種，一種呢是沒有明顯的消耗，也就是說病人沒有脫水消瘦，生命質量呢還過得去，這個就叫體溫的持續期。那另一種呢就是明顯消耗，口渴啊、消瘦，生命質量很差了，這就是高熱持續期。營養不良或者是脫水脫水情況。所以這3個時期啊，跟體溫沒有關係，但是跟我們人體的這個產熱散熱的狀態有關，就看我們要怎麼看，一定要看到產熱跟散熱，大家要注意啊。對，但是一般來講，這個如果你發燒越高，它的消耗會更大。但是也不是說每個高熱的病人都是會有消耗的反應。不一定是要看，尤其像很多胖胖的，他那個脂肪可能高熱一個星期都不會下去對，是吧？都可以用。你看不到他消瘦，油水充足啊。對，是這樣。那麼中醫判斷這3個時期以後啊，就可以下手治療了。這裡的依據點在哪裡啊？就有2點了，一個是人體的本能，就人體他自己就已經有足夠的資源來對抗細菌病毒，對抗病原體。我們要承認這樣這個要承認對，本自具足啊，對呀，本來就具足，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。發燒是抑制病原體嘛，它就要加速這個免疫細胞，提高免疫細胞的活性，幫助他們清理了，對吧？那第2點就是啊，很多感染性疾病都有治癒期，說實話，對，其實很多疾病也是這樣，也就是說你在不干涉的情況下啊，不干預情況啊，它病情會自然會好，需要一個時間。對，這也證明就有那個人體本能。對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，真的是，就是因為我們人體啊，它有這個本能的對抗，本能的工作，治癒期是吧？所以這就延伸出中醫的治療手段啊，就是說這個戰爭，敵人在暗，我們不知道打哪裡，那我們肯定要看到這個人體本能，是不是？所以說你最好的辦法不是說具體打一個點，比方說發燒全身的，對吧？
因為發燒是整體的，不像是小範圍的發炎，它是局部的嘛。所以中醫比西醫啊更重視發燒。那體溫上升期啊，那是那個發燒還沒夠。那我們呢，肯定是要幫助他蓄熱發燒，是不是？我們看不到敵人的，但是本能看得到。啊，对。所以我們就看本能在清清楚楚的表現。我看他本能的趨勢表現。对。我們不用去找那個壞人啊，本能會跟我們找。對，就是這樣。另一個戰術就是啊，我們不需要把敵人都殺死，只需要把他們消耗掉就行。对。打的就是持久戰。对吧？持久戰最重要的是什麼？啊，肯定啊，要有儲備的糧食嘛，軍糧是不是？看誰先受不了。啊，對，持久戰嘛，就我們自己能量的消耗情況怎麼樣呢？所以在持續區我們也分了2種，就是判斷病人的這個消耗的情況嘛。只要是持續區，都是需要補充這個物資糧草的嘛。但差別就在消耗嚴重的高熱持續區需要稍微降溫。因為我們目的啊，不是用這個高溫來直接殺死這個病原體，不是這樣的，我們打的是持久戰，就只需要抑制它。對，中醫也是退燒，也用退燒藥，但不是什麼都用。對，什麼時候都用那不行。是這樣。要判斷。所以我們不會用那麼猛啊，就不會說給他你死我亡的那種。如果你把發熱當做一個不良反應的話，那你看到發熱就是退燒。其實它是好事情啊。对，這就是我們中醫它會分辨，你什麼時候太過了，它就要跟你用退燒。是這樣。不夠那跟你纏一下。對，所以就是很溫和。對。我們用溫和的手法、溫和的態度去看，所以這就是中醫面對未知感染的對策。具體用什麼方子呢？大家可以看回這2個視頻。再來，我們說這3個時期的發生是因人而異的，和我們的體質有關。大家時常會聽中醫講那個體質什麼學說，也有感覺迷信不太科學，是吧？感覺解釋不了就講體質。一切歸類為體質啊，那是因為你本來就怎麼樣。其實西醫也講體質的，對吧？名詞不一樣。醫師名可名，非常名。要看，其實就講的是人的這個基礎的生理情況還有病理情況。對吧？比如說我們體溫上升期，為什麼有的人遇到感染了，他很快就發燒，他有的人很久他燒不起來？那可能是因為啊，這一個人是比較健壯咯，那他的物質是不是比較充足？那他糖原燃燒產熱是不是很快就燒起來？那另一個人比較瘦弱，肌肉糖原都不夠，那所以燒不起來了。慢了。所以這個健壯瘦弱啊，講的是病人平時的這個營養的情況、身體的條件、物質夠不夠，這是一個方面的體質嘛，對吧？平常有沒有在幹活？儲備糧草。對，你真正打仗的時候上戰場你就知道了。平時有沒有做工？這個叫什麼？台上1分鐘，台下10年。是這樣。那我們說還有一種啊，就2個都是健壯的人，物質都夠，但是一個發燒一個不發燒，怎麼回事啊？有可能這個不發燒的人啊，有身體狀況的問題，比如說常見的胰島素抵抗啊，那脂肪就很難消耗產熱，對吧？那人體它就是處於一個儲存能量的模式嘛。那麼像這種病理情況遇到感染，那它就會影響這個人體產熱的積極性，它的人體的這個本能模式就是不一樣。我們有一句話叫做這也算是體質啊，對，它遲鈍了，沒有那麼過敏可以說我們現代醫學就講它的免疫力，有的人特別敏感，是不是自身免疫性疾病、過敏啊，这種就是遲鈍的。這種人還有一種可能是那個腎上腺激素、腎上腺疲勞能力對，因為你腎上腺是幫助你應激的。現在人特別多，女強人裡面，我們一般病人裡面有很多女強人，消耗掉了。对，太累了。腎上腺疲勞就是這樣。對，他應激不了，遲鈍年的。這算是體質嘛？所以說呢，因為有時候具體的原因的確是不好確定，對吧？就太過複雜，所以很多中醫啊，簡單一點，體質2個字概括了，對吧？不可能跟你講1堂課吧？其實裡面內涵是很深的。對。那再舉個例子啊，有人心臟不好，那心臟不好的人也比較難產熱，因為啊，心臟主管的是血液循環的效率，是吧？同樣分量的血要在身體裡發揮2倍、3倍的循環效率，靠的就是心臟的工作。
我們打個比方，人體正常的血量在4升左右，那麼這4升血量要循環全身一次的时间大概是30秒，对吧？那每次循環，我們都是要把養分帶給細胞，然後把垃圾從細胞帶走，對吧？那這樣才能保持細胞的這個代謝效率嘛。那如果我們能夠讓這4升的血在30秒裡面循環2次，全身循環，那是不是事半功倍，效率加倍？那等於說我們就好像是有了8升2倍的血在幹活。对啊，就是这樣，就是不一樣。所以在感染的时候，心臟工作、心臟機能的好壞太重要了。对，因為你的那個血的容量是有限的啊，對，血管裡面的也是有限的。你說你怎麼給他輸血啊？對，可是他這個需要動能了。我們說中醫說要陽氣正氣，對，他沒有。你說你給他血，他用不起來。這可能叫中醫叫補氣生血，補氣生血是吧？他血的量沒有多，你光給他物資，對，用不了。他的循環多了，那就等於血多了。对，所以說循環越好啊，產熱的效率越高。那循環不好，產熱就不敏感了，對吧？所以心臟病不好的人，溫度低，免疫力也低，一般呢很容易感染病原體細菌病毒啦。但是感染了又沒發燒，可能他只是身體酸痛、乏力、沒精神，就這些症狀啊。因為只要大家不發燒，就不當一回事，就覺得沒病。對，這其實就是已經我就是累了，可能我來大姨媽了，可能我怎麼了？尤其老年人。對呀，因為突然就重病了。其實沒有發現，他平常就累啊什麼那些。他一直都是有感染在，對，他只是沒有能力發燒，是這樣。所以說，等到開始產熱發燒的時候啊，其實病情已經很重了，對吧？所以新冠的時候，或者是不管是，就是很多老年人為什麼一感染就很危險，就可能就走掉了。就不見得是因為細菌病毒有多強多厲害，是因為他自己體質基礎條件就差，心臟不好，又胰島素抵抗，你說你一堆脂肪，一堆物質糧草，溫度又不是，就這樣。所以為什麼傷寒論一開始要講這個溫度，講分期，要分期治療嘛？對，就是非常重視溫度，重視循環。第一個防禦層。是，還有一種常見情況啊，是退燒藥。經常使用退燒藥的人，身體它就會有這個記憶，每個細胞其實都會有記憶。那每次發燒，你都硬硬的打壓它，把它都打怕了是吧？每次退燒，所以結果你下次又發燒，你需要你產熱發燒的時候，你燒不起來了。對，條件反射嘛。身體本能，你說免疫力是其中一部分啊，它就被打怕了，燒不起來。其實不用責廢，練出來了。本來你的本能是很好的，你每次把它打下去，關起來不用，那你不用就廢了。它慢慢就是這樣。所以慢慢這個為什麼現在也是代謝病鬧炎呢？能量蓄積一直打不破。為什麼一直蓄積着？一直打壓怕了，發燒不出來。對啊，就這樣了。然後代謝病又多，用不掉，只進不出，脾氣。所以大家看小孩子啊，一旦生病就用退燒藥的，就通常是非常容易感染生病的。每個月都是在生病，每一次生病就很久，拖很久。他好幾天，他過30天，你都不能他病幾次，他又開始燒了，又開始那個了，好像沒好過的感覺。所以他這個體質變成他一個固定的體質，就搞壞了嘛。就是這樣。但其實這個也是可以逆轉的，你只要開始用中藥，用中醫，選擇中醫，用中藥，停止西藥，你就會慢慢的體質就會變強。那本能就會訓練回來啊，對呀，你要喚醒你自己本能，就好像我們自信，要喚醒覺醒嘛，現在都講覺醒是吧？是這樣，所以說停止西藥啊，就會發現體質變強，那以後就不會常常生病了。所以最重要的是要意識到，退燒藥不能解決問題，只會越搞越糟，而且你這個就跟炸彈一樣，埋下了地雷。這個我最有發言權，是吧？因為我從小真的是被西藥，還有打那個針弄壞了。對啊，我真的是被西藥慣大的，就是我每次就是經常而且反覆的發燒感染。我記得有一次感冒還引起急性腎炎，然後那一次住院住了36天，我真的是每一天都在算出院的日子，就是吃西藥打針，我真的打怕了。後來怎麼？就是
我後來是這樣的，就是那一次我出院以後啊，我吃了1年的中藥。是這樣。但是呢，我那以後啊，因為我家人都是用西藥的，可是突然就是後面有一次发燒的時候，我自己腦子裡面就是我想，會不會是西藥治療有問題，西醫有問題？其實我只吃了1年的中藥，那次生病，可是我那一次就是說，我覺得有問題，所以我這一次发燒，我絕對不用任何的西藥，我拒絕打針。我就是想要說選擇物理退燒，然後喝點這種草藥啊，類似茶一樣，我就這樣，然後之後就是真的是一個月慢慢來，就身體自己變好了，真的是一點都不誇張。所以之後些年呢，我大概1年最多1次發燒，而且我就是喝點檸檬汁，然後我會泡一些草藥，就當茶葉一樣，完全沒有吃任何這種西藥的退燒藥，就是真的是這樣，所以我體質就是會變啊，所以這為什麼我 COVID 的時候，我就是有親密接觸也沒有被傳染。就是說你的體溫特別高。特別高，真的。如果我是病毒細菌，我都不靠近你，好遠遠，真的。所以我自己個人經驗啊，就是注意飲食。那我們是吃素的嘛，那吃素我們是很有講究的，就很有講究的，就食療是很重要的。然後我們平時會經常用一些藥食兩用的，就是中藥啊、肉桂啊什么都會用。吃素要比較注意是吃不夠，有些人他會覺得吃素他會吃到少。它就營養不良，營養不良的話，它的溫度會偏向於外散，它比較難儲存脂肪。對啊，散熱嘛，對，所以它容易怕冷，它能量就會上來。這種人就怕冷，所以你一定要吃夠營養雖然吃素啦，對，一定要科學，對，要多樣化的吃素。好，話說回來啊，我們先談談這個太陽中風，所謂的名為中風，就是說這個是一個名字。和風沒有關係，和重也沒有關係。我要長美麗，我也不代表我很美，是吧？以前林老師叫我王美麗，搞笑，不代表美麗。沒有。但是為什麼叫中風呢？其實有用意啊，這是中醫取類比象的用詞。簡單來說就是比喻嘛。古人沒有體溫持續期這個詞，對吧？所以呢，他要怎樣去命名呢？就是要根據體溫持續期的特點來命名了。重的意思就是病情深，這裡的意思就是說病情已經發展到一定時間了，不是早期發病，所以叫重。那風代表的是一個什麼特性啊？很多年，多變，無孔不入，是吧？只要有個縫，它就風就能鑽進去。所以這個縫隙比喻的就是我們的那個毛孔抽離打開了。對。因為流汗散熱是吧？所以中風形容的就是一個體溫持續期。產熱散熱同時都有的這麼一個階段，是這個意思，不是說吹到風就生病叫中風。腦中風也叫中風嘛，就把腦中風當作是以為中醫講就是吹到風就腦中風。腦中風。那中醫好像白痴一樣嘛。對，太簡單了，把中醫想得太簡單。就是說腦血管意外的中風一樣的，跟自然界的風肯定是沒有關係嘛。不可能說我吹到這個風，我腦中風發作。可能以前是有啦，因為有時候天氣太冷了，血管收縮血液凝稠也是會有其中一個因素。對。所以這個重是病情深，就已經入腦了，腦中風嘛，影響到神志了，是不是？也是，所以這個風也是取類比象的。對，什麼意思？突發突止咯。對。中風來的也是快的，突然偏袒了呀。大自然的風怎麼來的？就是突然。也是突然起風啊，我們才感覺到這個。所以說這個。這個鳥來了，鳥來聽課。對。所以說，這個突然來的腦中風也是這樣突發。對。是這個意思。不過跟傷寒論的太陽中風要鑑別的，不要混淆啊。好，我們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。喜歡我們呢，就訂閱點讚，歡迎留言，我們下期再見。